世界简报。世界简报根据各大媒体的报道整理出内容精要，让你最快速掌握全球趋势。荷兰法院禁止至少550人的精子捐赠男子。多伦多星报，一名叫乔纳森 Jonathan M 的男子在荷兰和其他国家生了550多个孩子后，被荷兰法院永久禁止捐献精子，并误导准父母关于他所生的孩子数量。Jonathan M 为荷兰的几家生育诊所和丹麦以及他通过广告和在线论坛联系的人提供了精子。海牙地区法院的一名法官说，乔纳森 M 故意撒谎，以说服父母接受他作为捐赠者。一个通过他的精子受孕的孩子的父母和一个代表他人的基金会带来了行动。北韩导弹技术最可怕的进步。华盛顿邮报，朝鲜最近的试验表明，该国成功地使其导弹更容易发射，更难追踪，有朝一日能够携带核弹头。正如我们之前报道的那样，自2022年初以来，该政权已经测试了100多枚导弹，这助长了韩国人对自己核威慑力量的渴望。作为回应，在韩国总统尹锡悦访问美国期间，拜登总统承诺，朝鲜对韩国的任何核攻击都将得到迅速、压倒性和果断的回应。美国将拥有全方位的能力，包括核能力。朝鲜去年的导弹试验表明，它正在取得进展，已经开发出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可以从多种方法发射，包括潜艇和地下发射井。尽管取得了成功，但该国仍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它可以将小江小到足以安装导弹的核弹头小型化。相互矛盾的报道表明，朝鲜政权要么已经进行，要么正在测试另一次核弹头试验的准备工作。数百万中国人欢迎大熊猫在美国逗留后回国。半岛电视台，一只名叫雅雅的大熊猫被送回中国，结束了在美国20年的有争议的逗留。爷爷在孟菲斯动物园逗留结束时明显健康情况不佳后，引发了社交媒体风暴，这引起了中国和其他地方熊爱好者的关注。这只大熊猫乘坐专机运回中国，在被转移到北京动物园之前，将接受30天的隔离。雅雅是中国熊猫外交中借给世界各国的60只大熊猫之一。忘记欧洲病夫，英国只是一个病态的国家。英国每日电讯，据每日电讯报报道，英国工作场所长期因疾病而缺勤的增加表明，糟糕的医疗保健对该国的经济成功产生了不利影响。2022年，由于疾病或受伤损失了近1.85亿个工作日，创历史新高。NHS 因在大流行期间治疗的非 COVID 患者较少而受到批评，导致许多人无法获得缓解疼痛的治疗，这反过来又导致长期病症的发生率更高。在 COVID-19 大流行开始之前的5年中，离开英国劳动力队伍的300万人中，发现长期疾病占大多数。一家智库估计，长期疾病导致2021年收入损失430亿英镑，相当于 GDP 的2%左右。因此，该报告声称，英国的工作力有可能成为当前和未来选举的关键故事之一。习近平在拉丁美洲想要什么？彭博社，近年来，中国在拉美的投资超过了美国的投资，正在从狭隘的关注原材料专案转向可再生能源发电、配电、拼车和电信等企业。专家驳斥了美国对中国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的担忧，指出中国在不同参与者中的投资相对较小。拉美国家向中国寻求实现经济结构多元化的机会，这是对特朗普时代贸易政策的回应。据专家称，
习近平总统没有理由对巴西进行再工业化或在整个地区安装中国公司模式。最难的事情是停止用俄语思考。半岛电视台，许多在乌克兰的俄罗斯人正在远离他们的母语，自愿改用乌克兰语，作为抵抗莫斯科占领的一种方式。两国之间的战争使一些乌克兰居民觉得说俄语意味着他们站在敌人一边，因此在学校和公共场所使用该语言已减少，作为促进乌克兰民族主义身份的一种方式。虽然并非所有人都同意俄语将从日常生活中完全消失，但许多人认为限制俄语和鼓励使用乌克兰语的措施将继续下去。印度警方将调查对官员的性虐待指控。多伦多星报，印度警方将在女性摔跤手抗议后调查对印度摔跤联合会主席 Brijbhushan Sharan Singh 的性骚扰指控。运动员声称他未能对他们在1月份提出的申诉采取行动，包括教练剥削的指控。执政的印度人民党 Bharatiya Janata Party 的立法者辛格否认了这些指控。上周 Vinesh Phogat、Bajrang Punia 和 Sakshi Malik 参加了新德里的静坐抗议活动，呼吁逮捕辛格并改革联合会的管理。岸田希望在巡演期间吸引非洲摆脱中国的控制。日本时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Fumio Kishida 正在开始对非洲的4国访问，以加强伙伴关系，因为担心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经济增长疲软，因为中美之间持续的脱钩。非洲的经济增长对于与日本的伙伴关系越来越重要。日本去年宣布在中国对非洲大陆的影响力不断上升的情况下，为非洲提供数十亿美元的支援。非洲被视为有利可图的投资目的地，有人建议非洲各国政府可以通过说服日本企业在非洲投资人力资本来最大限度地利用与日本接触的机会。我们需要走多远才能找到天堂？加拿大环球邮报，著名旅行作家兼演说家皮科·艾耶尔 Pico Ayer 在接受加拿大环球邮报采访时讨论了旅行和他的新书《半知半解的生活：寻找天堂》。以反思不同文化和宗教背景而闻名的 Ayer 说，他相信天堂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种观看的方式，这是关于深深的闻，深深的倾听，深深的向内看。这本书是献给他最近去世的母亲的。看到埃耶尔反思他和他一起旅行的时光，包括他们去复活节岛、约旦和叙利亚的旅行，他一直梦想去的地方。他还讨论了他如何将当前的大流行视为检查与您最亲近的人和事物的机会。在封锁期间，我大部分时间都和我在加利福尼亚的母亲在一起，因为她离死亡越来越近。在一个地方度过所有的时间，解锁了更多的宝藏，在世界和我自己内部，比我在四处奔跑时所能找到的还要多。他补充说，世界简报来自世界各大媒体的精要内容，让你享受总统简报般的特权，迅速掌握全球趋势。